公交站旁，高中时期的小美第一次与小帅邂逅，两人一见倾心，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18岁的某一天，这个叫吴景浩的男孩突然闯进了我的世界。看飞，我们做朋友吧。做梦！男主小帅主动提出两人做朋友，小美像个刺猬一样浑身是刺，拒人于外。小帅并没有就此放弃，而是选择继续黏着小美。3步。也是第一次有人说我像刺猬。如果说我像刺猬，那他像什么呢？是粘在身上就很难摘下来的苍耳，还是任劳任怨的饲养员？是一起笑、一起闹的朋友？如果有一天你迷路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那你就站在原地别动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还是为你抖着身体爬上天台的高墙，然后告诉你，他也愿意是你黑夜里的一盏灯。韩飞，他慢慢走进我的生活，照亮我的世界，带给我希望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他是为了救我，回到了18岁。小帅居然是为了救小美才穿越时空回到了18岁，却意外车祸被撞成植物人。10年后，小美成为了一名医生，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小帅。这里痛不痛？这里呢？这里痛不痛？进去照 CT。韩医生，这边有一个左手臂严重撕裂伤，需要做紧急缝合手术，稍后换。知道了。怎么样？陈同学，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吗？花花。忍耐一下，看看你伤口。你小时候有个玩伴，我叫黄欢。小杨，去准备一下缝合器械。好。每天都只顾着治病救人，同事十分关心小美的感情生活，希望小美能找一个依靠。问小美是不是还在等被撞成植物人的小帅。我说韩医生啊，要说治病救人，在我们医院没人可以跑在你前头，但你自个儿的事儿总得上点心吧。我怎么了？你一个姑娘救人的时候多利索，当女孩就是女孩，累瘫了还是得有个男人可以依靠。所以我天天健身啊，不仅能照顾自己，还能保护别人。哎呀，你也别怪我多事。吴景浩出车祸差点就没救过来，能挺过这10年都已经是奇迹了。江院长都说了，熬不了多久了，你就别再等他了。谁说我等他了？那你不相亲不恋爱，我就是在等他醒了。李姐，我不相亲不恋爱，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，我不需要再多一个人来扰我的清静。被同事理解戳中痛处的小美立刻对了回去。小帅昏迷10年，现在情况不是很乐观。小美来到病房，将小帅推到窗边晒太阳，她也和小帅并肩而坐。就算小帅始终昏迷，但小美只要和他待在一起，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。小美搀着小帅的胳膊，小帅顺势靠在了小妹的肩膀上，空气中充满着恋爱的味道。康复科的李主任说了，你得做一做，这样有利于四肢肌肉的恢复，还能促进大脑意识。等你做累了，我再把你抱回床上。小美亲昵着小帅，跟小帅说了说医生的建议。她低头看了看小帅，又抬头望着窗外。她多么的希望小帅能够醒来。两人就这样十指紧扣，坐在窗边晒太阳。吴景浩，你知道吗？桃子要结婚了，文文也要回来了，他们都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。要是你能和我一起参加桃子的婚礼就好了。夜晚流星划破夜空，小美睡梦中跑到学校操场观众台，见到小帅手捧鲜花，满地都是气球。小帅深情地望着小美，两人谁也没有言语，只是站在原地深情地望着对方。这时闹钟响起，将小美吵醒。小美醒来后还沉浸在刚才的梦中，她想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做这种梦。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？怀揣着梦中的疑惑，小美来到医院探望小帅，不料小帅突发疾病被推进急救室。他怎么了？
菲菲，菲菲，你等一下。院长，他这是血栓脱落堵塞肺动脉引起的肺栓塞，我想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就算这次抢救回来，他这身体也坚持不了多久。院长，我弟弟怎么样？正在抢救。医生跟小美说了一下小帅的病情，这时小帅的姐姐也赶到，医生立刻进入手术室开始抢救。小帅突发疾病令小美心情十分低迷，她慢慢走到父亲在商场里的餐饮店，走到门口，小美深吸一口气，调整好自己的状态，她不愿意让父亲为自己担心。爸，我在外面就闻着味儿了，好香啊！来，坐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个汤，我去拿过来啊。见自己宝贝女儿来店里，父亲直接端来美食让女儿吃。吃着父亲做的美食，小美的心情也得到了一些缓解。哎，来，菲菲，来，挪个地儿。慌乱中，小美的背包掉在了地上，包里10年前小帅写给小美的信也意外掉了出来。小美迅速将掉落的东西捡回包内。父亲看到这封信，也是明白女儿这么多年还是没有走出来。菲菲，吴景浩给你的这封信，你还一直带在身上。陪爸爸喝一杯吧。好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最讨厌你喝酒了，但是现在，我不光不讨厌，还能陪你一起喝一杯了。为什么不讨厌了？因为我懂了。人活着，总会有一些时候是需要一些念想的。听到小美说想要给自己留下一些念想，父亲也不好再劝说，两人默默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喝完，时空瞬间模糊起来。原来小美又想到了自己昨晚做的梦，梦中两人相视一笑后向对方走去，可没想到小帅刚走下2步，不慎踩中气球，意外摔倒，头部更是重重的磕到了台阶上。小美瞬间惊醒，父亲看女儿做噩梦，急忙上前安慰。吴景浩，菲菲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梦都是反的。又停电了，你先坐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就在两人谈话间，店里突然停电跳闸，父亲急忙去修理。就在这时，一台收音机竟自己响起。现在听到的歌曲是知名歌手白振宇在10年前创作的《最想说的话》。听着这首歌，有没有想要回到10年前呢？是不是每个人都想回到某人身边，想回到某一段特别的过去？收音机前的你呢？我想，即使回去后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呢？只要有这个机会，就算回不来，也没有什么遗憾了。好的，接下来为您播放一首白振宇的新歌《回忆复习指南》。小美和收音机一问一答，谈了许多。就在小美闭眼准备听歌时，忽然店里闪起了亮光，直接将小美惊醒。她急忙环顾四周查看情况。小美猛地一回头，亮光一闪，她居然看到了10年前的小帅路过门外。小美缓缓站起身，当小帅快走远时，小美急忙跑去追。吴景浩，吴景浩。小美一路狂追小帅，她看着小帅打开一扇大门，门里一片亮光，什么都看不清。小帅缓缓走了进去，门也自动关了起来。小美快步跑到门前，她回头看了看，
此时天空不断闪烁着白光，小美盯着眼前这扇门，她缓缓抬手将门推开，门里的白光晃得小美睁不开眼，但小帅就在里边，小美此时也顾不上其他的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小美毅然决然地走进时空之门。在小美进去后，时空之门缓缓关闭。当小美再次睁开眼时，自己穿越到了10年前。她十分惊讶地看着讲台上的小帅，她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，无法压抑心中的喜悦，直接走上讲台，紧紧地抱住小帅。接下来就由林北大学第2009级新生代表吴景浩同学上台代表全体新生致辞。吴景浩，恍惚中听到了小帅的名字，小美顿时清醒过来。她看着走到讲台上的小帅，十分不可思议，不自觉地站了起来。韩飞，你干嘛？尊敬的领导、老师、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我是来自临床医学系2009级1班的吴景浩，今天很荣幸站在这里，作为新生代表讲话。大学是全新生活的开始，我们要以崭新的姿态迎接人生中全新的挑战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站在这里，呼吸的每一秒钟，拼搏的每一分钟，都会有它存在的价值。让我们踏着清晨的朝阳，在通往未来的路上迎风向前，用知识丰富人生。大学是高等学府。正在讲话的小帅被这一幕整得不知所措。不管是知识还是环境，小美走到台上，呆呆地望着小帅，10年来压抑在心中的爱意，此时此刻彻底爆发了出来。小美猛地扑上去，紧紧抱住小帅，不愿再放手，生怕这只是一场梦。台下的同学被这一幕惊呆，疯狂烘托气氛。好友见小美像是中邪一般，急忙跑上前将小美拉走。韩飞，你干嘛？这是开学典礼，所有领导都在。吴景浩，我跟你说话，你看哪儿？吴景浩怎么在这儿？他是新生代表，不在这在哪儿？韩飞，虽然你们是大学生了，谈恋爱学校管不着，但这是开学典礼，你当着所有领导的面，你跟谁过不去呢？开学典礼，站好。我的头发。不会吧，这是以前的手机？难道确实是我以前的衣服？这里真的是我大学时候的礼堂啊！这棵树也还没有长大。韩飞，韩飞，回去写检讨。后知后觉的小美此刻才发现，原来自己是穿越了时空，来到了10年前。她十分不可思议，实在是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穿越后的小美找来日记本，查看以前自己记录的事情。3月4日，星期三，吴景浩简直是个神经病，突然变得像个油腻大叔。楠楠和白振宇都不回我消息，之前发生那种事，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今天做了好久的作业，感觉好累啊。但是为了小猫，要加油。说起来，吴景浩那家伙还挺有爱心的。这些都是发生过的事。看着日记本里记录着以前发生过的事情，小美心情瞬间大好。她急忙翻看小帅出事的那一天，自己记录的是什么？6月22日，今天考完试，和吴景浩一起去了海边。他一整天都有点奇怪，问他也不说。那天没有发生车祸吗？那吴景浩摔倒是什么时候？他发现穿越时空后，小帅车祸时间也变了，并没有成为植物人，而是被撞失忆，将小美忘掉了。7月13日，吴景浩，求求你一定要醒过来，我再也不要什么花了，不要什么表白了，求求你一定要醒过来。8月20日，吴景浩醒了，医生说除了有点低血糖，身体没有大碍了，只是他不记得我了。虽然这些天大家都一直跟他说
我和他是朋友，但他想不起来。只要一想到过去的事情，就会头疼。与其让他难受，不如真的就做陌生人好了。所以，我答应他，以后就像陌生人一样相处，不会再刺激他。